Hello， 大家，告诉你们，史上最精准的图像生成终于来了。以前呢，我们在用这种图像生成的 AI 的时候，最困扰的就是它可能听不懂我们到底要什么，而且呢，你还要自己去学怎么下指令，那个指令是不是非常复杂呢？但是现在呢 ，ChatGPT 推出了这个新功能，可以堪称是图像生成的大革命，因为它现在的理解能力真的是 next level， 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抓到你到底想要画什么东西。例如说呢，它的中英文现在是可以直接生成在图片里面的，而且非常精准，一字不漏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想要生成中英文的海报、中英文的图片、中英文的漫画，都完全没有问题。或者是你今天呢生成了一个平面的插画，你想要把它改成3D 渲染的样子，或者是你想要换一个材质啊什么的，都完全没有问题。真的是太夸张了，没有错。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看 ChatGPT 这次把这个图像生成的功能呢升级到了4O 版本，它里面到底有哪些革命性的新功能呢？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看到画面上面直接有没有中文就出现了？我叫他画一个101，旁边帮我写一些中文字。我写说台北101，然后台湾 B 房 No.1， 他就直接写在这边，而且呢完全没有写错哦。都是非常精准的，然后接下来我叫他帮我排版一下，他也真的照做了，是不是效果非常的好呢？这个东西就是随便打打字就可以写出来耶。然后再来看更多中英文的部分哦，就是我叫他写一个，就是介绍气流形成的示意图，然后用英文写出来，做成科学杂志的样子。这个示意图是不是非常的有模有样呢？你看看它的排版，真的很像在教科书或者是杂志海报里面会看到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的这个示意图完全是正确的，就是热空气往上，然后冷空气下降，它就会形成一个气流。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瑕疵，就是这个 I 上面少了一点。但是还 OK 啦，你今天想要做怎样的示意图，用这个准没有错。再来下一个呢，我叫它改成中文的版本。我原本是希望它就是把英文部分直接改成中文，但是它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哦，它就直接生成了一个中文的版本给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中文写的怎样哦。中文字一多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瑕疵，像是移动的这个动呢，看起来就有一点怪怪的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这可能是因为它中文字多就会变成这样了，但是你今天中文字少一点的话，其实就看不太出来。例如说，我叫他做一个海报，这个我叫他做一个2手市集海报，是不是超赞的？它这个画风就是很小文青，然后很可爱的这种感觉。然后2手市集，然后有一些英文啊，然后日期啊什么的，这个排版很赞欸，我非常喜欢这个风格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下的咒语，很简单呢，我只是说，请帮我生成台湾文青2手市集的宣传平面海报，就这样一句话，它就可以帮我生成这个样子，哎，效果相当之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，像是这边有一个英文的漫画，我的指令呢是帮我生成一个图片，是牛顿解释物理定律的日式漫画，但是语言是英文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有模有样呢？而且它就是牛顿在解释自己的物理定律这样子，然后里面英文都完全没有问题，只是这边有点怪怪，但是没差。我觉得它发挥的空间非常的大。你今天想要做任何的东西，做任何创意的东西，不管你是想要梗图啊，或者是非常认真的教育方面的用途，或者你今天只是纯粹想要做一个平面宣传的海报。平面设计什么的，用这个我觉得效果都非常的好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第一个部分，就是中英文的部分，现在有非常巨大宏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幅度哦，就是非常的惊人欸。然后再来下一个更新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人物一致性的部分。什么是人物一致性呢？就是我刚才说，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创造出了一个我们很喜欢的角色，然后我们希望它重复出现。例如说，可能今天是换一个样子啊，换一个衣服啊，换一个材质啊，换一个表情，换一个动作什么的。以前的 AI 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呢？它通常下一张图片，它可能脸就换了一个，那就失去了原本那个很好看、自己最喜欢的那些特质嘛。但是现在呢，它完全可以复制，就是那个角色，给大家看一下哦。例如说，这个是我原本的图片，就是一只猫。然后我今天呢，希望把这个平面的插画把它转成3D 世界的一个公仔，我就说把它做成超真实小公仔，这个小公仔就出现了，而且做得非常的精致。让我今天呢，这个公仔想要转成其他的材质，它没有办法做得很像呢。例如说，我叫它做绒毛娃娃材质，它就变成了一只绒毛娃娃，效果相当的好。然后呢，我就叫它帮我做成木雕娃娃，动作啊，然后脸上2根胡须啊，这些细节都是一样的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一张跟上一张其实长相是有一点差异。后来我发现它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它的长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样子，就是我的指令变成，请把它换成，就是换成不一样的材质。
就是你可能要稍微还是要检视一下自己的提示词，因为有的时候提示词不一样，它可能上下的长相就会不太一样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变成换成之后呢，它长相的差异就不大。你看前面这个木雕跟后面这个银色的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样子，而且效果相当的好。这个金属材质渲染的非常之好它当然是整张图片重新生成啦，但是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就是长得一模一样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又再继续，就是说把它换成紫色雾面塑胶材质，这张长相也是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效果非常好。然后再来继续红色灯笼材质，同一只猫哦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它用途非常的广。你今天想要渲染你自己的商品啊，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创造什么样不一样有趣的梗图，然后就是发挥你的创意。其实现在工具真的门槛越来越低了，所以就是发挥你创意的好时机这样子。然后接下去呢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极致的实验就是我现场拍了一张我的水瓶的照片，然后我叫它把它换成金属材质，大家看，效果相当之好前后照真的。你可以说它的形状根本就是一模一样，然后它就是只是把它换成金属材质，而且大家看它的画素其实还蛮好的很有模有样。把我的太和工坊直接换成金属瓶，超赞。那接下来呢，你可能会非常好奇说，那它可不可以复制人脸呢？所以我自己呢也针对人脸的部分也做了一下实验。那我原本是希望它可以把我整个人变成金属镜面材质，但是它好像有点听不懂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品质就是我的脸是有一点变的，对不对？就是长得不太像我。可是我发现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今天长得太像的话，就很危险。它可以拿去做任何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它也有可能是故意的，故意生成的有一点不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又继续尝试，希望把我自己变成一个金属人，但是发现没有办法。我觉得可能带有人脸的部分，它就限制会比较多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角色一致啊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就是今天你设计任何东西，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。例如说复制风格、复制角色、复制特色，什么东西现在都完全没有问题。再来下一个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惊艳的部分，就是它可以把你手绘的草稿改成一个真的设计，就是它可以自动帮你上色啊，帮你完成这份草稿应该要有的样子。例如说呢，我今天在 iPhone 上面随便画了一张图，就是一只猫，然后它可能有讲一些字啊什么的，我就只是说帮我做成一个可爱插画，然后它就出现了这张图，效果相当好，我觉得非常的够用。而且你今天还可以再更精确，例如说你想要怎样的风格，或者是你的猫可能也想要来个 3D 渲染什么的，你就可以直接跟它讲，它也可以把这个手绘草稿做成一个比较现实感、现实风格，然后有照片感的一个图片这样子，所以它用途呢也是非常广的。那在那个官方宣传的影片里面呢，它其实是把手绘的这个漫画草稿直接把它上色，然后把它完成变成一个彩色的漫画，我觉得相当了不起。所以你看这个门槛到底有多低？你今天其实只要有稍微有一点构想，稍微有点创意，你就可以直接进来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照片或是图片。尤其呢，下一个我们要来讲的点就是它现在理解文字非常非常的精确，非常非常的精准。要怎么看呢？就是我叫它帮我画一个图像，然后里面包含10只可爱的这个小猫咪贴纸，然后以下呢是10个猫咪的指令，每一只猫都有它自己的特色，例如说它可能是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品种之类的，我全部都写上去了，全部10只猫，那它生出来是什么样子？它给了我这张图，10只猫咪都不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画对，好不好？首先第一只雪白猫咪，对，雪白猫咪对了，炭黑猫咪，奶茶色猫咪，然后橘子虎斑猫，灰蓝英短，然后奶油色长毛，还有一些重点这样子。然后第7个是花斑玳瑁，第9个是咖啡色星罗，然后第9个是银灰虎斑，答对了。它多一只我刚刚一直以为它就是真的只有10只猫，结果它多了一只。然后第10只呢是浅金色卷毛猫，浅金色卷毛猫应该是这一只，所以多了一只这个花猫，谁家的小孩？好吧，所以它其实还是会出错啦。但是我觉得很令人惊艳的部分就是它真的猫咪的花色什么的，以前要做到这种地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去玩玩看 Midjourney 啊，你去玩玩看什么 Recraft 什么，它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精细的部分但是现在呢，有了这个功能，基本上你想要怎样的设计、怎样的颜色、怎样的材质什么，它都会依照你的文字下去生成图片。那接下来呢，下一个版本就是它现在是可以生成去背图片的，就是呢，例如说我这边就直接叫它改成去背的版本，它就直接生成了这个 PNG 档给我。但是稍微比较可惜的就是它没有按照原本的图片啦，它就是重新生成，也是非常的可爱呢。所以有没有发现，就是现在这个平面设计啊，或者是你要重新创作一些东西，这些方式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改变了。我们只要跟它讲话，然后用我们平常讲话的方式，用聊天的方式跟它沟通，它就可以直接
做出我们想要的效果。我相信这个应该会是趋势，就是各大 AI 公司应该都会朝这个目标迈进。你看它做成这个样子，你原本做平面设计的这些工作人员要怎么办？因为你今天就是一个素人，然后你进到 ChatGPT， 它又免费可以使用，你就是可以直接开始做你想要的宣传的文宣啊、一些图片啊什么的，门槛真的非常的低，所以大家呢可以赶快去玩玩看，超级好玩的。你也可以把你家的宠物呢，把它做成一些比较有梗的图片，例如说，我就说把白色猫咪生成宝可梦。他就真的做出一个很像宝可梦的白色猫咪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又把它融入在那个进击的巨人里面，超级莫名其妙的。然后因为这个画风有点不搭嘛，然后我就说我希望它的画风也是进击的巨人，这个效果就相当之好。然后这个画风也真的是进击的巨人，效果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还蛮好玩的。你今天想要融合任何的漫画风格啊，然后想要做一些梗图什么，都可以使用这个工具。所以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？例如说，你可能原本也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，或者是你刚踏入这个图像生成的领域，那你玩下来有怎样的感觉，或者是你有发现怎样的心得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分享。或者是你已经有拿这个中文生成的部分来做哪些事情呢？我觉得这个发挥空间真的非常的大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在测试的时候，我真的全身鸡皮疙瘩，因为我觉得它进步真的太多了。所以就蛮开心，现在呢 AI 进步这么快，真的每天都有新东西可以玩，然后每天都有新东西可以期待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就介绍到这边，之后呢还有任何的更新啊，任何好玩的东西，我都会立刻来做影片来跟大家报告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